大家好，美国打伊朗呀，表面上看呢是为了打击伊朗的这个核武呀、恐怖主义啊和杀人，但它其实真正的目标呢是中共，尤其是为了组织中共在对台湾动武这件事情。那这是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析的一个重点。中共目前呢其实已经站队了，已经站队伊朗了，公开表达支持伊朗，指责美国没有经过联合国的这个授权。中共的大五毛李毅啊，还竟敢骂习近平，说他太怂了，怂恿这个200斤啊去打台湾。那背后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真的不怕吗？他怎么敢骂习近平？其实是有说到的。大家好，欢迎来到微语看世间。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直播。建议大家在直播完成之后看节目的朋友呀，可以把这个速度呢调到1.5倍速，这样的话就会感觉我说话呢更加连贯一些。因为我是在做直播，那过程中呢，我需要操作我的电脑，给大家展示图片呐、视频啊，需要去找，那这就会有一些这个停顿。即便我已经准备好了啊，但是在这个切换的过程中呢，它会有停顿，所以还请大家多多的包涵。那今天呢，我看到有一位位于伊朗境内的伊朗人呢，他发帖说他能够顺利上网了，就是说伊朗的网络已经被美国给打破了，这个网络封锁呀被打破了。那看起来呢，要打破这个伊朗或者是中共的防火墙，对于美国来说呀，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就是伊朗的防火墙，它也是中共帮着建的。既然能够打破伊朗的防火墙，那也一定能够打破中共的防火墙，对不对？帮伊朗人打开这个防火墙啊，目的是要让伊朗人能够在关键时刻团结起来，推翻那个残暴的政府。所以我想听到这里，我们在中国大陆的网友们，在墙内的网友们，是不是真的非常的羡慕？也希望有朝一日早一点，中共的防火墙也能够被美军给打开。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想法啊，看看我们有多少朋友过来了。好，如果你是来自中国墙内的啊，那么在留言区告诉我，是不是希望防火墙早点打开？如果你希望的话，赶紧写一个3，我最喜欢3字，所以大家写一个3，告诉我你非常期盼，或者直接告诉我你很希望。嗨，大家好，老朋友都过来了啊，Tommy 黄还有梁玉金，你好，各位都过来了，游海波，万岁香港，你好，都是老朋友。好，我们继续来说。那么不只是这个防火墙被打开啊，甚至这个伊朗的国家电视台呀，也被这个骇客给入侵了。在播放着带有这个波斯语字幕的川普的讲话，而且这个川普讲话呢，甚至是在呼吁啊，是在我看看，给大家放。Attacking you with overwhelming strength and devastating force. Now is the time to seize control of your destiny and to unleash the prosperous and glorious future that is close within your reach. This is the moment for action. America is backing you with overwhelming strength. 怎么样？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他们伊朗的电视台被骇客入侵播放的带有波斯语字幕的川普讲话，是在呼吁伊朗人民能够利用这个机会能够站出来，来推翻他们的这个独裁政府。那其实呢，卢比奥今天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他也说了，他说川普总统希望呢是伊朗人民能够利用这个机会啊站出来推翻这些领导人。但是呢，这项任务的目标呢，是要确保伊朗没有核武器，懂吗？也就是说，美国做这件事情本身目的不是要推翻伊朗当局，颠覆他们的政府，不是这个意思，这只是一个连带的附带的效应。最主要的目的是要确保伊朗没有核武器，当然这个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我待会儿要跟大家说，也是我们今天要说到的主题。好，那另外呢，川普总统呢也在3月2号的时候呢，发表了对伊朗军事行动的第3次声明啊，他之前已经发表过2次声明了，这是第3次。他说，在过去的36个小时内啊，美国以及其伙伴发动了史诗狂怒行动，那这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最复杂的、
最压倒性的军事攻势之一，没有人见过这样的场面。我可以给大家播放一下川普总统的这个第3次的演讲啊。Over the past 36 hou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partners have launched Operation Epic Fury, one of the largest, most complex, most overwhelming military offensives the world has ever seen. Nobody's seen anything like it. We have hit hundreds of targets in Iran, including Revolutionary Guard facilities, Iranian air defense systems. Just now it was announced that we knocked out 9 ships plus their naval building, all in a matter of literally minutes. Iran's formerly supreme leader, Ayatollah Khamenei, is dead. This wretched and vile man had the blood of hundreds and even thousands of Americans on his hands and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slaughter of countless thousands of innocent people all across many countries. Last night, all over Iran, the voices of the Iranian people could be heard cheering and celebrating in the streets when his death was announced. The entire military command is gone as well, and many of them want to surrender into saving their lives. They want immunity. They're calling by the thousands. Combat operations continue at this time in full force, and they will continue until all of our objectives are achieved. We have very strong objectives. They could have done something 2 weeks ago, but they just couldn't get there. Earlier today, CENTCOM shared the news that 3 U.S. military service members have been killed in action. As one nation, we grieve for the true American patriots who have made the ultimate sacrifice for our nation, even as we continue the righteous mission for which they gave their lives. We pray for the full recovery of the wounded and send our immense love and eternal gratitude to the families of the fallen. 好，我们因为这个视频比较长啊，大概有6分钟左右，所以呢，我这里呢就不给大家全部播出来了。那川普总统呢，他说的话的大概意思呢，我也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刚刚也听过了，就是真的就是击中了伊朗境内的数百个目标，包括这个革命卫队的设施呀、伊朗的防空系统啊。然后他说，就在刚刚，就是我们宣布在短短几分钟内就摧毁了9艘船舰以及他们的海军基地。但是呢，就是这个9艘船舰啊，刚刚五角大楼传来消息证实呀，不止9艘，就是美军在阿曼湾击沉了所有的11艘伊朗的军舰。那么有一个朋友呢，就在网上发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照片啊，就是说现在发现这个伊朗啊军队还有1艘军舰，就放了一艘小船，就是伊朗的领导人坐在上面慢慢的划呀划逃生的小船啊，就说他们还剩这样的1艘军舰。那是开玩笑了，但确确实实就是伊朗部署在那个位置的所有的这个军舰呢，11艘全部都被击沉了。现在美军它事实上呢，就像刚才川普总统说的，这个伊朗有很多他们的军方的人员呢，军方的一些将领啊，都已经在联系美国要投降了，就是要投诚美国。大家想想，记得之前呢，就是美国 CIA 发出了2个影片，一个是中文字幕的，一个是对伊朗的就是波斯语的，就是招募线人的，是不是？就是在呼吁这个伊朗军方和这个中共的军方能够赶紧的在这个时间跟美国联系投诚。那我想现在这个时机就正是有很多的伊朗的这个高级将领啊，或者说各个阶层的将领啊，只要是亲美的，只要是认为美国是对的，就是反对他们政府的，他就已经在跟这个川普在联系了，他是有很多人在联系他。所以可想而知啊，这个政权这个暴政是如何的不得人心啊。那确实美军的这次行动呢，是叫做迅雷不及掩耳啊，因为根据美国军方的消息呢，说原本计划要4周时间来清除这个伊朗的领导层，结果呢是在一次早餐会上就
把45名伊朗高层给一锅端了，45名，大家想想，就只能说呢，这个美军啊和这个以色列的情报系统的合作呢，简直就是太厉害了啊！摩萨德的厉害呢，我想大家也都听说了一些了，我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一些，但是我给大家呢再讲一个例子啊，你们就知道了。这个伊朗的前总统内贾德，他在 CNN Talk 有一个采访啊，他在这个采访中有一个爆料，我给大家稍微看几句，看看他怎么说的。Haziran'daki seçim için adaylığı reddedilen Mahmut Ahmedinejad ifşaatlarına devam ediyor. Ahmedinejad bu kez verdiği röportajda İran İstihbarat Bakanlığı'nda İsrail'e karşı koyma biriminin en yüksek sorumlusunun İsrail ajanı olduğunu söyledi. 这个因为听不懂呢，我就不给大家播放了，但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啊，就是这个事情呢是说，他爆料了，就说伊朗呀专门成立了一个反摩萨德的一个秘密单位啊，结果呢，知道吗？这个秘密单位的负责人本人就是摩萨德的特工，而且呢，他手下还有20个人，全部都是摩萨德的人。想一想，这些人就把伊朗的这个核计划的机密文件给偷走了，然后还协助暗杀了这个核科学家。所以伊朗呢，他到现在对这件事情都是保持沉默的，不好意思说，不敢说，家丑不外扬嘛。那大家想想是不是太讽刺了？你看，你要抓的敌人，其实呢一直都坐在你这个反间谍部门的这个头把交椅上面，可想而知，这个以色列的情报呀，渗透到多么的离谱。当然这一招呢，其实中共也会做，他这一招就是渗透到反对他的组织的这个内部，甚至去领导这个组织。这个呀，其实是当年克格勃的这个专利，克格勃发明的，现在已经成了这个每一个国家间谍活动的一个手段了，其实都会做啊。但是呢，如果他们把它用在摧毁世界上最邪恶的独裁政权之一，那我想那就没有问题了。不管这个手段是什么样的，但我们只能说他真的是太牛了，干了一件好事，是吧？那川普呢，今天也跟福克斯新闻证实了啊，说这个哈梅内伊啊，他的确是死在他的早餐会上的。我记得我前天第一天的那个直播中啊，就跟大家说了，而且呢，我的标题就是哈梅内伊最后的早餐，这个其实是今天得到了最后的证实啊，确实是死在他的早餐会上。那川普呢，在他的第3次重磅声明中呢，还呼吁伊朗人民说：“我再次敦促革命卫队、伊朗军队、警察放下武器，获得完全的豁免，否则将会面临必死的命运。”这是给人留一条生路呀！只要你投降，就给你留一条生路呀，是吧？这战争最怕的就是死太多人。就是川普的这个举动，我觉得完全是一种仁慈的做法，就是让他们投降就可以保命。那这个呢，然后他还说啊，他说我呼吁所有渴望自由的伊朗爱国者抓住这个时刻，勇敢大胆、英雄般的夺回你们的国家。美国与你们同在，我向你们许下承诺，并且兑现了这个承诺。剩下的事情将由你们自己决定，但我们会在那里帮助。大家听听，我真的是觉得这样的呼吁啊，简直就是史诗般的，一定是可以载入史册的一个讲话啊。对于伊朗人民来说，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有激励、鼓舞作用的。对于美国和川普总统的这种帮助，真正的伊朗人呢，是心存感激的。他们在美国洛杉矶的上空呀，悬挂了这个横幅。我看了以后，真的，大家看看，就是这个横幅呀，上面写的是什么？看得清楚吗？你们？上面写着“伊朗人民感谢你，川普”。因为做这个横幅也不能太长，所以他是在有限的这个字数里面写下了这几个字。川普总统都不能写 ，president 几个字都不能写，所以就写了伊朗人民感谢你，川普。还有很多这个伊朗境内的人呢，就去录一些视频，去感谢川普总统，拿着这个纸板写的感谢您，川普总统。
然后还跳那个 MAGA 的舞，就是用来表达对川普的喜爱。总之他们用很多的方式，还有包括这个在伊朗的学校里面啊，这个伊朗当局，他们把国旗放在这个大学的教室的门外，在必经之处啊，就让人们去踩着这个美国国旗走过去。但是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视频。At a university in Iran, the American flag was placed on the ground to try and humiliate us. But watch closely. Not one student steps on it. These young Iranians live under one of the most oppressive governments in the world, where speaking out can cost you your freedom or your life. Yet even under that tyranny, they show more respect for the American flag than many students on our own campuses do today. While some in our universities trample, burn, or mock the flag that stands for freedom, these Iranians refuse to dishonor it, because they know what it means to not have freedom. America should never forget. People who have the least liberty often value it the most. 是不是感觉非常的真的就是很有感慨，就是他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年轻人都能够绕过去，就刻意的绕过这个国旗，不去玷污它，因为他们心中完完全全的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帮了他们，美国对他们如何，他心里完全知道，所以他们完全就不愿意去做这种伤害美国、玷污国旗美国国旗的事情。谁是谁会背清清楚楚，所以真的，我觉得此时此刻，川普他不仅仅是美国人民的总统，他真的是已经成为世界人民的总统。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我们的观众里面，我之前知道有一些观众对川普是有想法的，但是我最近有看到很多 X 平台上也看到很多人之前反川的，但是现在呢也说一些在这件事情上面呀，我是认为川普做的对呀，川普做了2件对的事情，一个是抓马杜罗，一个是把这个哈梅内伊给斩首，我就会说些这些话。虽然我觉得他们现在还是不是完全就是敞开心怀的去放下去认错，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他真的是已经觉得至少这2件事情是做了2件大好事，值得去获得一个诺贝尔和平奖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观众你们也是支持认为川普总统做得棒做得好的，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来说说你们的想法啊。如果你们支持川普的，那就给他点个赞，赶紧点个赞，在我们的节目下方点个赞。好，我们继续来接着说，当然这件事情，所有的就是在伊朗境内的人，他实际上呢是有2拨人的啊。实际上，真正的伊朗人呢，他们是非常热爱和平的，他们的信仰本来并不是穆斯林的信仰啊，极端的穆斯林的信仰，其实那个伊斯兰教的信仰极端的是后来被强加于他们的，通过不停的杀戮，就是把他们一个个被逼着，就是一代一代的逼着让他们信仰这个穆斯林。但在这之前，我们以前讲过很多次了，他们的信仰是叫做拜火教，就是金庸小说里说的那个明教。那这个拜火教其实是说要做一个好人，善言善行，就是不管是行为，不管是说话，都要是去做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好人的。他那个宗教信仰是这样的，也就是真正的波斯人其实是非常的谦卑啊，说话也是对人很少有这种恶语相向的。而那些你看到的就是很极端的，其实他们是后来已经或者要么已经被洗脑了，就是被逼着去信了那个极端的伊斯兰教了。所以这样的人其实是有一部分的，相当于我看过一个报道呢，就是说在伊朗20%的人在统治80%的人，也就是20%的人是极端宗教的，而80%的人原本不是信伊斯兰教，不是信这个极端穆斯林的，知道吗？所以他们派那20%的人来统治这80%的人，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说极端的穆斯林现在在美国其实各地都在制造一些报复性的事端。最近我们也听说了一些就是去杀人啊，就是行凶啊这些事情，制造这种
枪杀案呢？所以其实这个应该说是曾经美国的政策放任这些犯罪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以后遗留下来的问题，对不对？你不能说怪川普不应该去惹怒了这个伊朗那些极端穆斯林，你不要去惹他。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道理不是这样的。这个事情的出现，是因为美国曾经放任了这些犯罪的极端分子进入了美国，待在了美国，给他创造了这样的一个空间，遗留下这个问题。当然，这个战争肯定是有伤亡的。最新的消息呢，其实目前已经有4名美军人员阵亡了。昨天是说3个，今天得知已经证实了啊，已经证实有4个美军阵亡了。那我们这次能够看到，就是参与到战争中的这些美军战士啊，真的是非常的勇敢的，其中不乏女性啊。有一个视频显示啊，有一名这个驾驶战斗机的女空军战士在坠落之后，在她的战机坠落之后，被一名科威特的男子找到了。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视频。You're fine? Really? You need something to help you? No problem, you're safe. You're safe, you're safe. Everything good? No problem. Thank you for helping us. Everything perfect? 好，刚刚看到的就是这位女士，这位女战士啊，她就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有3架这个美国空军的 F-151打击鹰战斗机，在3月1号的时候呢，被科威特上空就在科威特上空被科威特的防空系统给误击了。我们只能说是猪队友了，猪队友友军误伤了，幸亏没有人员伤亡。那每架飞机上面是2名机组成员，1名飞行员，另外加1名这个武器系统的官员。所以呢，6个人现在已经被证实全部都成功的这个逃生了，已经被安全的救回了。所以这是非常幸运的事情。说实话呢，美军对待军人的这个方式啊，可以说那种真是绝对尊重的，你知道吗？就是非常爱护他们的，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在为国家而战，而这个国家呢也爱护他们。有一个细节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是我是在任何的其他国家的军队里面是没有见过的，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有一张照片，就是上战场的每一个美国军人呢，他们每个人的夹克里面，就衣服上面，在那个商标下面缝着一块布，一封书信，那块布上面是生存信息。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就是这样一块布，虽然看不清楚啊，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一块什么布，上面用英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波斯语、库德语写着：我是美国人，我不会说你的语言，我不会伤害你，请给我食物、水、住所、衣服和医生，帮我联络美国或者友军。当您向美国当局提供我的名字和这个号码的时候，您将获得奖励。每个人的衣服上啊都有，大家是不是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感动？是不是？就是在哪个国家真的有这样的一种那么细心的考虑到这一点，就是当他的战士出现危急情况的时候，如果被俘虏了，或者是说被击落了，飞机上被击落了，落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语言不通的时候，他就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关照自己的战士，让他们获得帮助。我觉得真的是看到这个就觉得非常的感动啊，这才是真正的一个国家爱护军人的这种表现，对不对？大家同意吗？你觉得这个方法好不好？是不是表现一个国家对军人的爱护？在我们的留言区说说你们的想法，有没有见过其他国家有这样的一种举动，有这种做法？
说实话，这个女战士确实真的是很不错的啊。不过也有怎么说呢，就是也因为他们那个伊斯兰教呀，他们有一个说法，就是不能死在女人手里。如果死在女人手里的话，那下地狱以后就死了以后呢，去见真主的时候呢，就不会分配72个处女了。这个讲法就是虽然有点我们听着觉得很好笑，也许他们是很当真的啊，他们这个宗教是很当真的。大家记得吗？就曾经有一个伊朗的总统带着他的夫人去中国访问的时候，习近平和彭丽媛站在那里迎接各国的这个领导人呢，然后就跟他们握手。但是呢，这个伊朗总统就拒绝了跟彭丽媛握手，而这个伊朗总统的夫人呢，就拒绝了跟习近平握手，所以他们这种男女之间呢，是陌生的男女之间，除了夫妻，陌生男女之间是不能够有任何的接触的可能，所以他们对于这种说死在女人手里，就会可能以后就不好，就是下地狱死了以后就不好，总会有这种说法吧。所以呢，这个美军里面呢，出现女性的这个军人、战士，所以他们这些被打死的这些人，是不是说已经被女人给打死了？就是真的是死在女人手里的。我想这个对于他们的这种心理上的这种精神上的打击也是很大的啊，因为他们这个宗教它就是这种极端的这种想法嘛，所以它在这个上面是一种心理战术。其实用女人打仗，为什么说女性其实是不比男性的体力强的，对不对？是没有优势的。为什么要派女性上战场呢？不是没有人了，其实属于心理战术的一种。大家觉得是不是这么回事？好，怎么说呢？就是这场战争能够持续多久啊？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打仗呢确实不是好事啊。虽然说美国发动了这场军事行动，但是美国并不想把自己拖进一个长久战。川普总统更加不想啊，川普总统是一直都不想打长久战的。喝口水，抱歉。他是说呢，这个战争不会超过5周，他不会超过5周，因为这个战争部长呢，赫克塞斯他也说了，他说这不是伊拉克战争，它不是无止境的战争。他说我参加过这2场战争，我们这一代人更加清楚，总统也非常的清楚，他把过去20年的国家重建战争啊称为愚蠢。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过去美国不管在哪一任总统手里打的那些仗都是非常愚蠢的，把美国拖入无休无止的战场。我想这个也是很多人处心积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美国有一些政客想要做的事情。现在川普总统想要把这个结束在5周之内结束，我也非常希望川普总统真的能够完全控制了这场战争，在预定的时间里能够结束它啊。因为这场战争他说是不会超过1个月，因为我也想他4月1号，他说了4月1号他要去会晤习近平，我不知道这个是说真的呢，还是他当初为了打伊朗放出的烟雾弹。因为当初说4月1号要去会晤习近平的话呢，可能伊朗会想，哎呀，川普很有可能并不会真的动手了，因为他已经安排好了行程，怎么可能在这个期间去打仗呢？那也可能是一个烟雾弹。所以现在川普4月1号能不能如约去中国会晤习近平呢？我想这个可能还真的是一个问题啊。如果他能够尽早的结束这场战争的话呢，应该是可以如期举行的。我给大家讲个段子啊，这个段子呢，就是有一个叫摩西煮酒的网友啊，他说今年中共北京两会期间呢，这个美军就空降人民大会堂，然后这个二会代表们呢就并未惊慌，他只是从西装内袋里呢掏出一个美国护照，说要求美军来保护本国公民。然后这个美军一时语塞，尴尬了，茫然了，不得不
把2000中共代表都护送上飞机，然后10多个小时过去之后呢，法拉盛灯火通明，中共2会继续召开，2000多名代表唾沫飞溅，高谈民族大义和全过程民主。这是讲一个笑话啊，大家觉得是这么回事吗？中共代表2000中共人大代表是不是都是美国籍的护照呢？中共现在其实确实已经是站队伊朗了啊，已经公开这个声明了，就是王毅已经跟伊朗外长通话了，并且公开表示了支持伊朗。那我们稍后来说一下中共在这场战争中的一个角色啊，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好东西，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玄宝黑参，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啊。这个玄宝黑参它是韩国的，就来自韩国的，大家看就长这个样子，就是一根一根的完整的，非常完整的这个黑参、人参、高丽参做的。高丽参大家知道呢，采出来它是白色的嘛，然后他们通过9蒸9晒的一种古法加工，要做9次相同的工艺，然后就把它变成这么黑。它为什么要把它变黑呢？因为变黑以后呀，它这个人参里面含的一个皂带的含量，就是能够提高你免疫力的那个东西，它就能够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就平时你们吃人参都是一样的，黑参不管你是什么参，西洋参也好，什么参也好，就是你把它做成黑参以后，它的这个营养成分会更加好一些，吸收会更加好一些，会加倍，会有，然后黑参是红参的8倍以上吸收率。然后呢，这个呢每一根都是6年根啊，6年根呢就是说这个人参长到第6年的时候就是壮年，就像人一样的壮年的时候，它营养成分是最好的时候，所以它每一根都是自己种了以后，到第6年的时候把它采出来，所以非常好。那这盒呢，就是你买的话呢，如果超过500美元的话呢，他们会单独送一根这个有包装的，就是独立包装的这种黑参，里面就是一根非常好的人参啊，这样会送一根，这一根价值起码也是30-40美元呢，30多美元，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礼物吧。到时候我会把我的优惠码放在我的留言区里面，大家如果想要买的话呢，可以点击那个链接呢，然后用我的优惠码去买，那就可以全球包邮，你在哪边买都可以包邮费了啊，免邮费。好，我们继续言归正传。我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我们稍微喘息一下。大家有在说什么？现在陆续也有一些有700多个朋友在线过来了啊。大家记得就是过程中记得为我，就是别光顾着就在这边聊天呢，或者看完就走了，帮我点个赞。好，我们继续讲这个，先讲讲这个中共国师李毅啊，这个李毅他竟然敢骂习近平，怂恿习近平去打台湾。我给大家看看他的视频啊，他是这个人爆粗口说的有多难听。所以这个特朗普啊抓马杜罗，斩首哈梅内伊，这就叫人间正道是沧桑。这就是古今中外真实的人类社会的历史。美国教中国做人，美国政府教中国政府做人，美国军队教中国军队做人。我们怎么统一中国台湾省？普京都能打乌克兰呐，特朗普都能抓马杜罗，都能斩首哈梅内伊啊，我们他妈连个台湾都统一不了啊！这么大的 GDP， 这么强大的军队，台湾离我们这么近，学学秦始皇，学学汉武帝，学学毛主席，学一学特朗普，把这事赶紧办了。我们过去、现在、将来永远拥护、坚定拥护、彻底拥护2个确立。
你看这个好不好笑？就是李毅啊，中共的大五毛李毅，他竟然说的这么激动啊，把这个桌上的摄影这个摄像头都给拍动了，桌子都拍动了，那么激动啊，竟然敢这么激动的去教训习近平啊，真是吃了豹子胆嘛！大家觉得他为什么敢呢？他为什么敢？竟然说，说这个敢骂习近平啊，那个他好像上次在美军活捉了马杜罗之后，也是这么大发雷霆啊，然后质问习近平说抓不了赖清德，还怎么样的，说还竟然敢还讽刺川普、特朗普，他说他真不要脸什么的，然后这话说出去，网络上就疯传说他已经被带去喝茶，请去喝茶了。结果呢，现在你看，在斩首哈梅内伊以后，竟然又再次开骂，说普京敢打乌克兰，川普都敢抓马杜罗，斩首哈梅内伊，我们怎么连台湾都统一不了啊？就在那里叫嚣。大家有没有台湾的朋友在这边的？你们觉得他为什么要这么说？他为什么胆子这么大，竟然敢骂习近平？难道他就不怕喝茶吗？在想啊，这种大五毛，他可是大五毛，那他说什么事情呢？那都是有目的的啊，大多数时候都是有任务的，对不对？对，不是第一次骂他，就他是有任务的。为什么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是在演戏啊，演双簧。我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这样一说一骂呀，他这样一激动呀，马上就吊起来这种小粉红们的民族主义热情，就给他都骂出来了，是不是？然后都争着上前线去当炮灰。其实呀，真的就是在和中共这些宣传部门呢，在唱双簧，一个演白脸，一个演黑脸，演红脸，对吧？就是这样子。所以他骂不是骂给习近平听的，他其实是骂给小粉红们听的，就是要小粉红们，哎，这个热情一出来，我马上我现在我就要去打台湾，他就激起他们的这种热情。也许他真的认为总有一天是要打台湾的，也许总有一天要用到这些炮灰的，所以中共也就是在利用这些时机来，他什么也做不了，是吧？他除了这样子去用这些事情去给民众继续洗脑，让那些人变得更加的小粉红，然后去当炮灰，还有什么呢？没有别的目的。然后这个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他们会不会打台湾啊？这挺有意思的一个场景，就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他就指责美国，就说美以轰炸没有经过联合国授权，是违反这个联合国的，是违反这个联合国的这个违反国际法的。结果呢？结果大家知道吗？就是他是在 X 平台上发的这些话啊，结果就有一位，你看，卡尔巴斯，卡尔巴斯呢，他就在上面，在平台上，在他下面回怼说，就问他啊，你说中共是不是会通过联合国授权打台湾呢？10年前你们接管香港的时候，联合国安理会是否批准中国废除1983年的中英联合宣告了呢？就是我觉得怼得非常好，我还转了他的帖。就是凯尔巴斯呢，他是美国的一个风险投资人，他是美国外交委员会的成员，也是当前危机委员会中国，就是当前中国危机委员会的一个创办成员，所以他一直都是在积极的参与对中国政策的一些批评的。不过呢，打不打台湾这个事情啊，我就说，其实联合国能起什么作用呢？就中共和俄罗斯都说要开联合国会，要去怎么样，但联合国自己都说要破产，要关门了，你知道吗？就是今天看到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他在这个联合国总部的新闻发布会上啊，就说联合国即将面临破产了。为什么呀？因为会员国都在拖欠他们的会费，已经要把他们逼上绝路了。他说，没有缴纳的会费超过15亿美元，尤其是那些最大的缴费国，那是谁呀？什么美国呀？可能中国也不知道缴没缴。所以这些大的缴费国，
到现在还没有交费，所以他们都要破产了。他说如果不立即缴费的话，这个核心业务就比如说这个维和行动，还有人道援助，那可能都会受到威胁了。意思就是这些事情我们都做不了了，什么维和行动我们也做不了了。所以大家想一想，联合国自己都要破产了，那中共和俄罗斯还在那里求助于联合国，还希望联合国能够站出来，怎么样？不是非常的好笑吗？所以为什么川普总统一直都在说联合国实事不干，啥事儿也不干呢？就是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呢？所以川普就不想交会费了。当然他不是不交，他上次也说了，他说我们会继续交费的，会继续支持你的，但是到现在也还没有交，打完这一仗再交不迟。所以我想川普的所有的做法时间点都是有他的安排的啊。那么我今天最主要的是想讲这个打伊朗的真正目的啊，是中共这个事情。那个国际事务专家哈德逊研究所中东和平和安全中心的研究员，其内部里布瓦这个人，其内部里布瓦，他是在2月28号的时候呢，就写了一篇分析文章，它的题目叫做《伊朗问题的根子在中国》。为什么史诗狂怒行动是印太世纪的序幕？就这样一篇文章。那这篇文章呢，最近在网络上呢也是有比较广泛的传播。那文章呢比较长，我这里啊简单的给大家概括一下啊，大家听听看有没有道理。因为他这个分析呢，主要是讲，其实川普的这次行动真正的目标是中共。他这篇文章主要在说呢，美国现在打伊朗，表面上看是为了伊朗的核武呀、恐怖主义杀人呐，但其实真正的目标是中共啊。伊朗是中国在中东的一个重要的帮手，那打掉伊朗呢，就是在削弱中国，为未来可能跟中国，当然他这个中国其实就是中共嘛，因为现在中国是被中共领导的，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叫做中共国。大家不要听到说中国就心里有点不太舒服啊。那这里呢，其实是指中共，那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做准备的。首先呢，他说伊朗不是单独的问题，而是中共的大棋局的一个部分。很多人只看到这个伊朗的核武啊，支持恐怖主义啊，像这个真主党呀、胡塞武装啊，还有就说他们搞乱中东。但是呢，这个作者呢，他就说这些问题的背后呀，他的老板其实是中共。中共花了很多钱，很多年把伊朗变成自己的工具人，让伊朗帮助中国来牵制美国。那么中国它是怎么样帮助伊朗的呢？我们说中共是怎么样帮助伊朗的呢？第一个就是买石油，就是中共用超低价的这个费用呀，就是超低的价格来买伊朗的大部分的石油，然后他用一些假船呐去运输呀，躲过美国的制裁呀等等的，反正就干这些事，然后让伊朗就能够有钱嘛，一直持续不断的给他经济上的支援嘛，这样就有钱，就倒不了。然后中共买了伊朗的石油之后呢，他自己也省钱了，因为他用低价买的，他就省了很多钱，然后还控制了伊朗。那第二个呢，就是给他们一个监控技术，就是我刚刚讲的防火墙，就是他们建的，就是中国公司华为呀、海康威视呀这些公司啊，帮伊朗来建这个监控系统、防火墙，还包括这个 AI 脸部识别，还有让伊朗政府就更容易的去像抓到他们的反对者呀，去镇压人民呐，这中共的那一套，他都把它搬到伊朗，给他复制一套。像今年1月的这个大屠杀，就是伊斯兰革命对人民的大屠杀，都是靠这些东西来运作的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向伊朗卖武器。最近中共卖这个超音速导弹呐、推进剂啊这些东西啊给伊朗，然后让伊朗重建被以色列炸掉的这个导弹和海军。但是当然我们都知道，中共卖给他的那些东西啊，他们那么自信，就是当时把他夸得天花乱坠啊，但是没想到最后其实根本都没有用啊。我今天在网上还看到一个吐槽的呢，就说这个中共卖的那些武器完全没有用。他说开战以来，中共的雷达遭到全世界军事爱好者的这种嘲讽了，就是
中共的监视雷达，什么 YLC-8B 这种雷达被叫做反隐身雷达啊，是1月才刚刚送到伊朗去的。然后这个呢是中国的电子科技公司叫做 CETC 研制的一个什么UHF， 这个说实话我是不懂什么军事啊，我这个都是给大家搜起来的信息，说这个用这种UHF 波段远程预警雷达，然后官方就宣称呢，具有非常强的这个反隐身能力。对于这个美军的什么 F-22呀、F-35等等，都可观测的目标有一定的这个就是探测距离。然后伊朗在2025年底、2026年初是从中国引进了很多套这一类的防空雷达系统，以为靠着这个东西就可以不怕美军的空袭了。结果没想到呢，美以的这个史诗怒火行动啊，结果就这个伊朗部署的这些反隐身的雷达，完全被美军就是隐身平台精准的摧毁和压制，就是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也就是说，他们宣传的那些东西啊，看起来都很有用，但其实呢，就是没有一点作用，就贻笑大方嘛。所以虽然卖了武器给他们，其实也就是都是一些不太起作用的，事实上威力没有那么大。那第4呢，就是他们支持这个红海的胡塞武装，就是胡塞攻击船只啊，搞乱这个航道呀，然后美国呢就需要花大钱呐，去大力的军队呀、军力啊去维护、去护航，对吧？结果呢，中共的船只却可以安全的通过，所以大家想一想，这个其中就是说明他们是有勾结的，对不对？就是中共是他背后有勾结的、勾连的。美国的导弹和航母被消耗掉，所以这样子就没有办法专心对付中共嘛。所以这全部加起来都是美国为什么很在意伊朗背后的势力，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他说呢，中国呢还用伊朗来吓唬海湾国家，像沙乌地呀、阿联酋呀等等，就是说就让他们向中国靠拢。因为这些海湾国家原本呢，他们是靠美国来保护的，比如说他们对伊朗有研制核武器，这些都是有一些担心的，提心吊胆的，就寻求美国的保护嘛。但是呢，美国有时候呢，又怎么说呢？不是川普总统不靠谱，而是美国以前的那些总统有些不靠谱，像阿富汗撤军这些，就导致什么呢？导致中共有机可乘，他们就在这个时间进来卖石油呀，然后建港口呀，帮他们建5G呀，就是那个一带一路的那些，帮沙乌地呀跟伊朗和好呀，就是假装的去做和事佬呀。所以这些事情他去做了以后，就弄得这些国家呢越来越依赖中国了，依赖中共了。所以这种事情发生以后，有人就是说，其实这位作者他也说，他说台湾如果出事的话呢，他们可能就不会去帮美国制裁中共，因为他们对中共的依赖程度在那里。那他说又为什么跟台湾有关呢？就是其实这篇文章谈论的重点呢，其实在这里，就是说为什么会说到跟台湾有关。说如果中东一直乱下去的话呢，美国就一直要去派兵啊、派航母呀、去花钱呐、花导弹呐，然后去管这个伊朗和代理人战争，是吧？这样美国就没有这个精力去专心的对付中共，包括中共如果在就是武力入侵台湾，发生台湾危机的话，那他就没有精力去管了。所以中共希望中东永远都是美国的第2战场，希望美国一直被拖在中东打不完的仗，让美国去分心分资源，这样子把美国的弹药打完了，就没有精力来对付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如果伊朗倒了呢，这个中东稳定下来的话呢，美国就可以把军力也好、钱也好、导弹也好，全部都要移到太平洋来，这样来吓阻准备打台湾的中共。然后另外一个他说能源也很重要，因为中共70%的石油是靠进口的，如果中国真的打台湾，那就需要伊朗和海湾国家能够卖油给他，这样子相当于给他不断的输送粮草，对不对？但伊朗如果倒了的话呢，中共就没有一个粮草后援了。
所以呢，他就认为实施狂怒行动，它真正的意义啊，就是川普并不是只想打伊朗，而是在拆中国在中东的房子，拆中国在中东的房子。以色列先帮忙打2025年雄狮崛起行动，炸这个核设施，杀领导人等等，然后现在呢，由美国直接上去，直接斩首了哈梅内伊，然后炸他们的海军和导弹。因为这次他们的目标，不仅是川普总统，然后是这个他的新闻发言人，白宫新闻发言人也说了，就是美国这次的目标就是要摧毁他们的，就是不让他们，就是对他们进行不让他们发展核武器，然后要炸掉他们的海军，不让他们发展海军，然后还有他们的导弹。所以这个目标呢，就是要让伊朗的政权崩溃，然后代理人没有了，海军没有了，这样子中共就会失去这个用来消耗美国的工具了，它就是中共的一个工具，用来消耗美国的。所以呢，这个作者说呢，这个就是印太世纪太平洋时代的开头戏，打完伊朗，美国才能够真正的专心的对付中共。所以用一句话总结呢，就是伊朗只是一个表面的目标，真正的敌人是中共。大家同意吗？如果你同意的话，赶紧在我们的留言区写上1，然后不同意写个2。好，记得给我点赞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好，我们下次见，拜拜。